1.0陪你每天做一点人生经验空。大家好，我是陈欣梅，我是瑞如。观众朋友，你爱吃鱼吗？你知道吗？美国有研究观察到，喜欢吃鱼的人，你的寿命会延长哦。甚至日本有个研究还量化了吃鱼的频率，他建议说，其实你每周可以吃鱼2次以上。为什么呢？它可以帮我们抑制心脏纤维化，改善肾衰竭延后的并发症，甚至对大脑的退化都有帮助。总而言之，吃鱼对身体健康好处多多。没错，吃鱼真的有非常多的优点，但你知道怎么样挑选可以永续海洋，同时又无毒的鱼吗？赶快扫描我们右下角的 QR code，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健康2.0的官网，搜寻永续海洋，吃无毒鱼，让我们在吃鱼的同时，也可以爱地球哦。其实我们知道鱼里头有富含 Omega-3，它除了对我们降发炎啦，还有我们脑部的循环有帮助以外，其实摄取 Omega-3对稳定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很加分。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台湾人有10% 的人其实有慢性失眠问题，尤其里头有个叫做呼吸中止症，特别小心，它除了产生失眠，未来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上升哦。没错，像我们在睡觉过程当中啊，不少人都会有打呼的状况，甚至有些人睡到一半，睡眠的这个呼吸状况就突然终止了，要特别注意哦。假设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长时间下来是会影响到我们心脏跟脑部的健康哦。像是艺人蔡小虎，他就说他有一次在外景车上面的时候，他睡觉睡到一半，突然他的呼吸就停止了，然后接着就发出了鼾声。他就说他其实自己本身就有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在打篮球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的鼻子给打歪，所以让他的鼻子弯曲非常的严重。但是医生告诉他说，因为目前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暂时是不需要动手术的。还有这位男艺人龚妍修，他说他有一阵子唱歌的时候，都唱不到某一些音域，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竟然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甚至1个小时之内可以长达2分钟呼吸是停止的，所以常常让他的血氧量过低。后来他就选择要进行手术，他把他的悬雍垂还有扁桃腺都给切除掉了，而且他说手术之后，他发现他唱歌的共鸣也变得更顺畅了。还有网红阿静，他说他曾经最胖来到了138公斤，他本身就有打呼的状况，同时他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1个晚上可以打581次的呼，同时也会让他隔天早上起来呢，早上精神不济，脑袋昏昏沉沉的，甚至还影响到工作。我想先问一下吴医生，我们看一下，虽然这3位都是呼吸中止症，但似乎原因不一样哦。第一位其实是鼻子的问题，第2位好像跟他嘴巴里头的扁桃腺悬雍垂有关，第3个甚至跟他的体型有关。吴医师，到底我们身体有哪些状况容易会产生呼吸中止？对，我觉得制作单位非常的专业哈。你看这3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男性。对哦，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症，男性就是一个危险因子。真的啊？对，但是其实这3个，我觉得其实他都是还蛮典型的。像蔡小虎，他是鼻中隔的问题。哦，那鼻中隔当然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部分。那他因为小时候受伤，造成弯曲，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会影响到上呼吸道的通畅度。那第2个男艺人是龚妍修哈，他是这个扁桃腺跟这个悬雍垂，那这个在我们咽喉部的地方，那也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部分。好，那他因为过大啦，或悬雍垂过长啦，也是会挡到这个呼吸道，造成睡眠呼吸中止。那阿静的话，你看他几公斤？138。好，这个当然是极度的肥胖。我不晓得他身高多少，但我想相信138绝对是一个肥胖的个案。那肥胖本来就是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个危险因子哦，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哦。好，我们的上呼吸道鼻中隔的弯曲，好，左边这边，好，这个鼻中隔弯曲啊，悬雍垂的问题，还有腺样体啊，甚至舌根的过大，都会影响到上呼吸道。所以其实我们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肌肉是很放松的，这时候我们的空气会从嘴巴跟鼻子进去，所以一旦你的上呼吸道有任何地方阻塞，其实都有机会，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有时候会看面相，大家看一下左下角那个图，常常你看到如果说这个人没有下巴，又比较肥胖啊，然后这个脖子是比较不清楚的，其实这一类的人就非常容易发生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对，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呼吸中止刚才提到，呼吸中止有时候会停非常长的时间。他刚刚那个人是停了2分钟，对，2分钟，好可怕。你相信这个血氧会掉多少？会掉到90以下吗？绝对会，绝对会。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面看到有的会掉到60几的，60几超恐怖的，好不好？超恐怖的。我们看到80几就已经是严重缺氧了，对，60几我们都很担心说他晚上睡一睡真的就会不见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睡眠呼吸中止这个血氧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全身性的缺氧。那我们全身最需要氧气的2个器官是哪2个？心跟脑。心跟脑。这2个都非常会对缺氧非常敏感，所以我们身体当然要自救啊。我们怎么自救它？
我们血氧掉了，那怎么办？把自己唤醒，对不对？第一个是唤醒，让你可以呼吸；第二个就是我们让自律神经系统活跃起来。也就是说，其实晚上我们应该是个放松的时候，对，但是你时不时就睡眠一直把它冲起来，这种感觉。对，本来应该副交感要比较强的，但它为了自救，你交感就会上来。那为什么要上来？因为我要增加心跳的这个次数，我要把这个血液的氧气尽量送到这些需要氧气的器官上面去，要自救啊。那其实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心跳快，然后自律神经系统交感变得非常强，血压会变高。那这长久以来就会造成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一些负担。所以其实这个2021年啊，我们这个美国的心脏学会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警示，它其实已经把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当作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你有这个不治疗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话，你这个心脏血管疾病死亡率会增加2.6倍。糖尿病也会增加4倍，所以其实连糖尿病风险都会上升，对，也会上升，它代谢会改变。那我们这个神经科最担心的就是脑中风，脑中风会增加3倍。好，我想问一下王医生，因为我们知道呼吸中止其实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打呼嘛，对，他打呼有没有什么特征？其实如果你听病人一般打呼它是很规律的打呼，就是拱拱拱，频率一样，节奏一样。那呼吸中止基本上它是暂时停止呼吸。所以它会停止呼吸，可能一段5秒、10秒之后，它会在一个很像求救、像溺水性的这样大口呼吸。所以我举个例子其实刚才魏医师有提到说，很多呼吸重症，当你初期的症状，病人没有感觉，你是白天精神不济、情绪不好，有人开车开到一半，红绿灯停下来睡着，这么严重？其实这个基本上就你晚上睡得不够，你白天基本上是属于身体不是很清醒的状况，很像是一个睡眠不足的状况。对，没错。那晚上如果你会发现自己会被自己拱醒的话，你不要有概念。就给大家一个观念说，如果说你真的怀疑是或可能是，枕边人最清楚。其实我曾经有个个案我跟分享，一个女性来找我看病，她说她失眠。那失眠我想说就是开安眠药，可是因为问你为什么失眠，你的原因在哪里？原来她的问题就跟巫医师一样，是她的枕边人。常常睡觉睡到一半，巫医师的病人一样，对，巫医师的病人一样。我也是。对，睡到一半，他就很担心这个5秒、10秒，他很担心他下一秒没有这样子那种很饥渴的呼吸，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睡不着。所以他是被他的先生给影响的。所以我刚才讲说，那你可不可以下次带他先生来？他先生一带来，你一看就是那个图的那一边，脖子短，下巴短，肥胖，然后嘴巴张开嘞，里面的那个腺样体、悬涌垂都很肥大。那我们就叫他去做一个呼吸睡眠检测，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你去带个机器回家，会得到一张表，表里面会告诉你你的 AHI 呼吸睡眠中止的指数是多少。一般人就是每个小时要到5以下，那5到15嘞就是轻度，15到指的是每个小时，对不对？它不是指一整个晚上。是15到30的话就是属于中度，30以上的话就是重度。刚才那个网红呢，他500多次，表示他平均如果一天一个晚上睡6个小时的话，他1个小时90次对，90次，哇！所以他基本上算很严重。那基本上其实这样的睡眠中止，其实就有我们做过调查，在台湾其实真的蛮多人的，很多你看那个身材那个脸，就是一副就是，他外观上就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现在其实做呼吸睡眠检测非常的流行，你上网去 Google 很多站，医疗站都有，你拿到之后去做完检测带回去，他会给你一张表，表会告诉你你的指标如果已经到了中度到重度，就是那个橘色跟红色的，就代表你一定要去处理它。你不处理它，你白天精神不好，注意力不好，血压升高，晚上睡眠也不好，甚至有些人那个情绪会很暴动。那你带了一些处置方式之后，现在有很多处理方式。其实说实在的，我常说，只要这个老公睡得好，家庭幸福又美满，不但是晚上好，白天也好，该做的工作都能做。所以我常说，其实这个问题很潜在性，影响慢性病，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呼吸不顺畅，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半夜睡觉的那个安眠度啊。其实巫医师有穴道跟茶饮可以畅通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上呼吸道的，可能就是气滞。我们中医讲说，这个地方呢，鼻窍啦，或者是我们的咽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用一个茶饮呢，来帮助我们来把它这个鼻窍给它开通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补气祛湿、开窍、开这个鼻窍的茶饮。好，那我们当然还要加一点穴位给它按摩一下，来帮助它。那这个茶饮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应该因为要补这个气。你知道我们这个鼻子呢，就是我们这个肺呢要这样子出入的一个口。所以如果你的气不足的时候，它是不是没有办法顶上去？对。那所以呢，
都顶上去之后，它就开始产生共鸣，就开始叫。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补气的常常用的，我们呢今天用的就是黄芪。好，那黄芪呢可以补中益气，然后呢我们用的另外用一个祛湿的。那祛湿的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茯苓，那这个茯苓呢，它可以补中益气之外，还有安神的效果。然后呢再来我们再用另外呢用了3个，那这个3个都可以呢开我们的鼻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辛夷花，辛夷花呢长得这一朵呢，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那辛夷花呢本身是辛温的，那它可以开我们的鼻窍之外，它可以驱我们身体里面的风寒。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对这个部分常常我们中医会用到。那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叫子类的，这个叫苍耳子。那这个苍耳子呢，这个部分呢，它可以开我们的鼻窍之外，它对我们的风寒湿。这个部分，它甚至还有一个止痛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慢性鼻窦炎的时候也会用，或者是鼻塞的时候特别会用到。那另外我们就用一个这个石菖蒲，石菖蒲本身可以化湿，然后开我们的鼻窍，它本身我们用到这个鼻子啦、耳朵啦这个部分效果都很好。那所以呢，把它用上来，然后呢，再来我们要再加上一个什么穴道？这个穴道叫做鼻通，一听就知道。让我们这个鼻子的气呢很顺畅。那它在哪里呢？它其实很好找。就是呢，在我们的鼻子鼻子旁边这样弄下来，就是下面有个鼻骨，然后它鼻骨呢，这个凹陷里面呢，它就是我们的鼻通，这样子沿过来，这鼻子旁边这里有个鼻唇沟的这个上的中点，这个尽头这个地方，尽头的时候不是往前，它是往里面，往眼睛去压，也就是我们这里右手的话，就往我们的左眼这个地方按上去，然后这边按上，按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有一点用力，然后要有一点这样要有酸酸的感觉，酸酸的感觉，然后甚至于呢，可以什么？搓一搓，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喝了茶再用下去，这个对上呼吸道这个鼻窍开都很有效。是有不少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打呼的困扰。米娅老师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睡前做一个引导，减少打呼，让我们睡得更安稳。是没有错。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到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坐姿，我们要慢慢的提醒我们的身体，我们快要进入入睡的模式咯。好，首先呢，我们的双手的手掌快速的给它搓到很热很热很热，然后把我们带着温度的手掌，一个手掌放在我们的胸口，另外一个手掌给它放在我们的腹部。放在胸口呢，是去提醒我们自己，让呼吸慢慢平静下来。你的呼吸，你的胸口是要平静的，不要再像平常压力很大的时候是喘得非常快。睡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胸口保持平静，而我们的腹部呢，在吸气的时候慢慢的温柔的扩张，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收缩进去，再来吸气。慢慢扩张，可以伸长缓慢，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收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平静的腹式的呼吸法练习一个大概15到20次之后，我们就要准备慢慢的带着这个呼吸的方式慢慢躺下来了。所以它算是睡前的时候的一个睡前引导的这种感觉，让我们的身体切换到一个我们快要入睡的入睡前模式。好，躺下来，很多人在睡觉之前翻来覆去，一下子侧躺，一下子躺左边，一下子躺右边，一直都找不到你适合的最舒服的位置。那其实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我们瑜伽里面的 Shavasana 大休息式，让我们在一个最放松的状态，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平静下来，慢慢的入睡。OK， 躺下来之后，我们放松的正躺，然后请将你的肩膀先转一下，动态的转一下，放松下肩膀。我们转个3次之后，完全的下沉。这样子你会发现，当你的背部、肩膀放松下沉的时候，你的双手的手臂会来到一个很放松的往外打开的状态。双手的手掌呢，会来到你臀部的两侧，手指头动一动，再放松，握紧，再放松。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头会来到一个微弯的状态，是非常放松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膝盖动一动。很放松的动一动，然后再来转一转，动态之后的放松，它会是最放松的。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之后，你的膝盖会有一点微微往外打开，双脚会往外差不多30度，这是我们最放松的状态。最后呢，我们就要慢慢的把意识力来到我们的头部，慢慢的将你的眼睛轻轻的闭上，眉头要舒展，
嘴角要放松，下巴可以微微的收一点点，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呼吸更加的顺畅。哇，接下来你就要感受到你的颈椎、脊椎、腰椎都是往下沉的。将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疲惫全部都丢给你柔软的床，丢给，或是你在瑜伽垫上，今天要进行一个冥想的放松，都是可以的。是哇，所以就开始睡前的时候就可以多做这样的一个放松运动，让你自己告诉自己，哎，我现在已经准备要睡觉。但我们说，其实呼吸中止有个常见的原因就是肥胖。婉萍营养师，你说，其实针对这些肥胖呢，有些饮食建议要教给他们。对，就是说我们针对就是刚才说那个脖子短有没有，就是下巴比较厚，第一件事情就是减肥啊，就是大概要减现有的体重大概20%，它会很明显。好，那至少如果要10%，它就会改善它的这个呼吸中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在临床上他们有做一些调查，就发现哎什么样的东西好，它会加重呼吸中止的一个部分，加重哦。那他就调查出来就会发现，第一个呢就是你全谷杂粮类吃太少，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吃白饭、白面条、饼干，这些都叫做怎么样？精致的淀粉。对。那我们呢要吃什么东西呢？等一下就来介绍给大家。那什么东西还会加重？就是像红肉。好，就是各种的红肉，这红肉好可怜，到哪里都是对，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你知道吗？就是脂肪多了，你知道脂肪多会存在哪里头？你等下问医生。好，你知道你脂肪太多的时候，连舌头都会肥大，对不对？医生对，所以就大家想象，就是红肉多了，你脂肪跑去了，除了肝脏之外，好，你连呼吸道这边怎么样，也都会塞满了脂肪哦。那再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就会介绍，就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肉品。好，因为大家会想说加工肉品可能会跟大肠癌有关，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培根是一个肥肉，它其实就是五花肉做的。你只是不觉得它叫做五花肉，因为它这个培完了以后，那个颜色不像哦。那所以就会提醒大家，这是加重。好，那到底建议大家吃什么呢？因为冬天到了，就4种东西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建议，就是说自助餐的时候能够选糙米、胚芽米哦，这个叫做全谷杂粮。对。好，第二个呢，好，就是冬天到了，大家都会想要喝一点热汤哦。那热汤呢，可以选择红豆汤。好，因为红豆汤呢，它其实比烧仙草更好。因为什么？因为烧仙草是精致的碳水，而是红豆汤至少是全谷杂粮。好，那下午呢，大家会想要吃一些啃东西哦。你知道压力大就会想要吃东西，就会建议哦。你知道便利商店都有买1根玉米，有没有？1根玉米拿来啃，全谷杂粮类，而且借由啃又可以降低你的压力。好，那最后呢，就是建议大家，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可以选择鲈鱼，好，因为它脂肪少。那他们有调查有发现，吃鱼比较多的人，不是只有心脏好，包含连呼吸道也会好。不过我们讲到说要帮助我们睡眠，有时候会看的是整个睡眠的总时数。你知道吗？知名艺人金智媛他曾经分享，他一天只需要睡3个小时，但这样的睡眠真的够吗？广告回来告诉你。观众朋友，你想吃鱼，但你有担心不知道该如何挑选吗？动动手指头，扫描右下角 QR code 就可以查询哦。我们每天到底要睡几个小时才叫健康呢？就有研究报告说如果你平均睡大概6.5到7.5个小时，那么这个阶段的人会比较长寿。但是如果你睡少于6个小时，又或者是多于9个小时，那么你寿命有可能会变短哦。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名人们，他们到底都怎么睡的？像是艺人柯震东，他说他每天要睡8个小时，甚至在今年10月的时候，他还特地开了直播，让网友看看他怎么睡的。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只有起床1次上厕所，看起来他睡眠品质应该是还不错。再来是韩星金智媛呢，他说他平常大概只睡3到4个小时。假设呢隔天是要拍照的话，他为了要拍摄状态更好，他会特地睡足6个小时。还有泰勒斯呢，他说他平常只睡大概5.5个小时，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他其实都花在工作上面。还有大老板们他们怎么睡的？像是马斯克，他是每天要睡6个小时。假设没有睡足6小时的话，他说他的大脑疼痛程度会非常的严重。还有贝佐斯，他每天呢也要睡足8个小时，他认为有足够的睡眠才可以做出高品质的决策。还有运动员大谷翔平，他最厉害，他每天需要睡10到12个小时，而且这中间还包含有午睡1到2小时哦。还有假设是在比赛特别的日子，他还会在车上继续补眠。不过我想问一下吴医师，我们看一下这6个名人，有人只睡3个小时，但有人睡一整天的1半12
12个小时。到底我们一般人睡多久才算是足够？对啊，的确，大家睡眠的时间差异性是很大。对，有些人真的睡得很短，有些人睡得很长哈。但是现在这个睡眠学界的建议还是希望成年人哦，希望至少还是睡7到9个小时。哦，7个小时其实很多人是很难办到的。对啊，全国可能台湾大调查也是睡6个多小时。所以的确真的是普遍大家都睡得少。那当然，这个睡觉的长短跟年纪也很有关系了哈。大家有看过那个小 baby 吗？对，一整天都在睡，他除了吃奶跟便便的时候醒过来，其他都在睡觉。这是他生理上的一个自然表现。所以因为他在快速的长大当中哈，当然我们学龄前的儿童还是建议要睡得久一点哈。学龄前建议是睡到9到12个小时之久，那还是很多哎。对，这样对大脑的发育是很好的。那如果是成年人，刚才讲7到9嘛，那老年人可以稍微少一点。我们很难要求一个老年人睡到8、9个小时，这非常困难。但是我想最基本6个小时还是需要的。所以随着年纪稍微可以做一点调整，但是尽量还是要睡到我们建议的这个睡觉的时间。不过我们说，假设今天你睡眠少于6个小时，从研究角度，据说它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对，大家要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有很重要的生理机转在进行的。你知道我们有这个浅睡期、深睡期。我们深睡期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大量分泌的，那叫生长激素。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讲说几米多几寸？这真的是这样的结果哈。小孩子好好睡觉，为什么学龄前的儿童要好好睡觉？因为他们要成长，他们需要很足量的生长激素。所以巫师，你的意思是说，睡得比较好，小朋友比较容易长高，是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你好好睡觉，比你去吃一大堆补品，可能还要来得更有效。哇，好，那你会想说，那成年人为什么要生长激素？对，我们又不长高啊，难道要长胖吗？但是不是哈？生长激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理功能，它是要我们修复我们的组织的。我们白天在活动的时候啊，不管是你的脑啊、你的身体啊，其实很多组织会受伤。那我们需要去修复它，生长激素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转，那叫洗脑。你有没有听过洗脑？有。那其实这个在2013年在动物研究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哈。动物在睡觉的时候，深睡期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脑子的这个淋巴的循环会变得非常的好。那其实，在2019年在人类也是看到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人在深睡期的时候啊，这个脑的这个血液会减少。那所以有大量的这个组织液会跑到我们的神经元的间隙当中。那它是波段式的分泌。所以它有可能可以把这些有毒的蛋白给带走。我们在阿兹海默氏症就是类淀粉蛋白的堆积，对，造成神经元的损伤嘛。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深睡期，把这些有毒蛋白带走的话，很可能它就会堆积在你的大脑。那其实，在过去法国的这个巴黎大学有研究他们收集了大概将近8000个人，那他们50岁以上。那他观察了25年，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观察。那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有睡到7小时以上的成年人，他比较不会发生这个阿兹海默氏症。但是如果你是小于6个小时睡眠的话，他这个阿兹海默氏症的机会会增加30% 之多。哇！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说，好好的睡觉。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老奶奶，70几岁了。那其实她这个睡眠不好，从大概50、60岁大概就开始。那他的家人都觉得说人老了嘛，就像我刚才讲，他觉得人老了自然就会睡得少，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在意他这个问题。那他除了中间一直醒过来之外，其实他很早大概3、4点就会醒过来，后面都没有办法再睡。那到后来就是最近这几年，家人就发现说，他开始东西会忘记啊。重复又问同样的问题，有点像失智。那甚至他的小的孙子啊，他名字会叫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被诊断是这个阿兹海默氏症。哇！所以我想他的睡眠没有好好得到照顾，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可能睡眠时间要超过6小时以上，至少是7个小时是最好，否则的话小心失智症可能会发生。但是王医师，你说其实英国有做过非常特别的研究，他是去模拟一个一直都睡眠不足的人25年，后来他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专家，他叫 Sophia。我讲 Sophia 一听起来就是女生 ，Sophie 她就是去研究女生，如果说她长期25年只睡6个小时的话，等一下，但是这个标准是6个小时，其实台湾很多人都不到6个小时。对，那基本上他是告诉说，如果你从年轻开始这样的话，你过了25年之后，你都会出现你的头发会稀少，皮肤的皱纹会变多，你会弯腰会驼背，你的肌肉会损失，你的肚子会凸起来。我们是形容说它像魔界的骷髅，其实基本上魔界的骷髅里面，它的肚子没有凸起来，
他肚子是凹的，他整个都瘦到不行。那这个基本上他是属于变胖的。也就是说，在你长期睡眠少的情况下，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刚才魏医师有提到，其实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需要修复。我们需要很多胶原蛋白，需要很多蛋白质去合成。头发是，你的皮肤也是，那你的骨头、肌肉也都是。当你骨质流失，你就驼背；当你肌肉流失，就肌少症。所以说，基本上其实高大一件事情，其实你要看到2位女主持人都这么高，她们小时候都很早睡。我们刚私底下聊，我跟伟伦都是很爱睡觉的人。那我都跟大家分享，我的女儿长到170，哇，她小时候有个本领，可以从晚上6点睡到隔天中午12点。哇，她睡超久哎，睡超久，18个小时，所以她长到170。哇，所以常说我们都其实中医最清楚。小朋友晚上一定要8、9点就要睡，没错。那你有睡到生长激素长高，所以刚才有提到说什么转骨什么干嘛都不如你早点睡。年轻人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睡得少，所以他们跟大家讲，你现在真的少于6个小时，你要预测25年。其实我常讲啊，25年还表示你活得好的。如果你有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话，或加上睡眠中止症，开车开到一半，像我们常说很多自驾Level 2去撞什么，撞路边。撞什么车，那就表示什么？就是睡眠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还能够活25年变成那样子，你已经算运气好的啦。哇，是我们睡眠品质要好，其实跟我们肠道健康也是有关系哦。像是镁还有膳食纤维，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睡眠品质啊。婉萍，没错，因为其实啊，镁啊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睡眠的营养素。那它为什么往往会跟膳食纤维在一起？因为它几乎都在植物里头。对，然后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深绿色蔬菜？不管是地瓜叶、菠菜，好，那这个我们以前在小时候学过，那个绿绿的颜色叫做什么？叶绿素。叶绿素的中间的化学物质是什么？就是镁离子。所以其实你只要吃到绿色的东西，就会吃到镁离子。那你就想啊，你看像我们上班族的时候，几乎都是怎么样？都是白色的东西为主。是。好，那我们就会变成要记得每天要得到一些镁的哈，它其实从植物里头真的就会得到。好，从哪里来？我们今天看一个哈，就是让你睡得美哈的一个餐盘。那糙米里头一样有镁离子。然后再接下来呢，黄豆的制品，像豆腐、豆干、豆浆也有镁离子哦。那如果说深绿色蔬菜一定会有绿哈，那尤其是越绿的镁含量就会越高啊。那再来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我们去这个豆芽菜有没有？豆芽菜里头有镁，但是如果黄豆芽的镁离子更高。那韭菜呢，不要浪费掉它，因为韭菜其实是绿色的，对不对？所以要把它吃掉，因为它就是比豆芽菜的那个白色镁离子还要来得更高。是，其实我们在睡觉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会干扰我们睡眠品质，就是起来上厕所。吴医师有茶饮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频尿啊。也就是说我们频尿啊这部分呢，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什么肾气是有关系的。但那个大家觉得说，这个膀胱嘛，但偏偏呢，这个膀胱跟我们的肾是兄弟姐妹啊，所以呢，这个肾气好的时候，这个膀胱的力量收敛的能力，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呢给它用一点这个补肾的，然后呢又可以缩尿的。那这个尿多、夜尿多，并不是只有我们现代人有啊，这个古人也是一样。所以呢，在我们古人的用的那个药材里面呢，就有提到有用到这个覆盆子这个覆盆子，那这个盆呢就指什么？指便盆呐，尿盆啊。它是代替这个的意思就对。也就是说，这个覆盆子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这个中药材以后，那给它喝一喝、弄一弄以后，它就怎么样？喝完以后，这个盆呐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你不用再喝，不用再用，还尿它的，就是。所以呢，在这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医家呢，叫做李时珍。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李时珍也对这个药材呢有评论，就是它可以益肾、补精气，可以缩小便。所以叫这个名字，所以叫看什么缩尿之心，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覆盆子。这个有故事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另外用了一个什么山茱萸，因为这些药材都是有一点酸酸的。刚刚说的这个覆盆子啦，或者是我们的山茱萸，这些都是比较偏酸，然后它会入到我们的刚刚说的这个肾经啦，或者是膀胱经进去。但还有你发现有些人呐，这个尿多了，他偏偏都是常常就手脚冰冷，而且手脚冰冷之外，到冬天特别不好睡，为什么？就一直起来小便，所以这个部分呢，表示我们的肾阳是什么不足的，所以我们要给它什么？补肾阳，然后肠胃要给它能够吸收好，还要给它暖暖的我们的，所以我们用的什么干姜或老姜这个部分，那你要怕这姜呢太燥热，那我们呢就不用加太多，1.5钱3钱，然后还有我们呢就加了一个枸杞子，枸杞子大家要知道它可
以补养我们的什么肝肾之外，它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三巨头就是我们刚刚的覆盆子、山茱萸，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枸杞子，还有我们的血要经过我们的代谢，把我们的那个膀胱跟肾气要怎么进去以后要拉上来。所以我们呢，除了干姜以外，我们用的一个什么甘草。这个甘草黑黑的，你看这个是炙甘草，所以它就有补气呢、通心气的效果。所以呢，不妨来试试看。但是呢，状况如果很那个的话，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找医生来评估，该治的还是要治。所以如果你晚上可能睡眠会被打扰，就可以喝这个茶。蜜老师，你说还要教大家一招，在睡觉前的时候帮我们放松我们的肩颈。是的，没有错，这2个动作特别适合，我们就在睡前在床上练习。哇，OK， 我们就直接趴下来啦，准备好你的枕头。好，趴下来之后呢，先将我们的右手臂打开来，放在肩膀的高度，比肩膀略高一点点。你想象你的中指是对齐你的耳垂的。放好之后呢，你的左手轻轻的推着你的床，然后把你的左脚膝盖弯，慢慢的让我们往身体的后方躺。这个时候枕头要放好在我们的头下面，让我们的颈椎不会悬空。好，轻轻的往后躺，它等于把我们这个肩关节打开的概念，由内而外的打开，而且是你自己身体的重量停留在这里。如果说你的肩膀真的很紧绷，平常你习惯圆肩驼背的话，睡前因为肩颈的酸紧没有办法入睡。好，你要做到这个程度，可能就已经很吃力了，停在这里就好，很放松的放下来就好了。如果说你觉得我今天身体的状态很好，我的肩膀在我停留当中顺着呼吸慢慢打开了，我们就可以2个脚膝盖一起弯，挪动我们的臀部往中间带回来一点点，然后就慢慢的。蜜老师，这个动作一般人是做得到的吗？一般人至少都可以做到这里，就是一只脚往后面踩，对，骨盆是垂直地面的。这一定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说你的肩膀你常常每天晚上都做的话，相信我一定有效果，慢慢就会打开，对，慢慢会打开很多很多。哇，好，停留到如果说你的手指间觉得有一点麻麻的，回来，回来的时候记得要比你进入动作更慢，因为这个动作不知不觉会变得很深。然后第2个动作呢，刚刚我们做到由内而外的伸展嘛，我们就要由外而内了。好，我们的左手先轻轻推，这个动作不需要枕头，然后把我们的右手穿过喉咙的下方，再穿过我们的左边腋下，放好之后，你要注意用你的左手推一下，把身体带起来，然后慢慢这样子，2边的肩膀才会是同样高度。对，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边是高的，所以我们要撑起来，变一样高之后，慢慢把左手往下面放。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身体趴下去了。现在因为麦克风的关系，我不趴下去，但我们平常是要整个身体完全的趴下去，贴着地板，对，贴着地板，但是注意不要锁住我们的喉咙，不要让你的呼吸是不顺畅的，停留15个呼吸以上，对，我们的肩膀就会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就可以这2个动作算是交错的做，对不对？做完一个再做另外一个，对，就不用再回去做第1个了。所以他可能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你肩颈放松，当然我相信你就会一夜好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是半夜做噩梦？当然1-2个噩梦没有关系，但如果一整个晚上一直做噩梦，小心梦魇症找上门哦。观众朋友，你想吃海鲜，但很担心，不知道该如何选无毒鱼吗？动动手指头，扫描右下角 QR code 就可以查询哦。我们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平均大概会做3到5个梦，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只会记得1个梦。英国呢就有一位解梦专家，把成年人常做的梦都给记录下来了，像是有53%的人常常会梦到这个坠落的梦。他说这个意思就代表你可能经历人生变故，像是你搬家、失业或者是离婚，在这之后你感觉缺乏安全感，还有那种不确定的感觉。另外有42%的人常常会梦到突然被追赶，甚至是动弹不得，那也代表着你的潜意识会觉得你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进展太慢，没有进步的状况。还有22%的人常常会梦到你的伴侣出轨了，这时候大家都会很惊吓，是不是他真的出轨？他说不要担心，其实代表着你们2个人关系当中呢，你感到有点不安，甚至有一些焦虑。还有21%的人常常会梦到自己认识的人去世了，他说这并不是一个预知梦，而是
你可能正在看着某一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孩子长大，他突然变得独立了，你面对这样的改变，你会有一点点不安。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梦到这个牙齿脱落的状况，他说这也代表着你焦虑失去重要的一些人事物，像是你的地位啊，还有你的财富。还有一些人会梦到偶像，这代表着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可能追求到你梦寐以求，或者是跟亲朋好友有共同奋斗的状况。还有呢，有19%人会梦到，没有在准备的情况之下就跑去参加考试。他说这代表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面对一些事情，你觉得自己好像准备不够，没有准备好。另外有18%的人会梦到，自己在漂浮，甚至在飞行。他说梦到这样的状况有分2个意思哦。假设你在漂浮或飞行的当中，你感觉到是非常享受的，那代表着你人生呢正在巅峰处。但是如果你梦到有点害怕的状况，那代表着你是渴望安定稳定的。不过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常做的梦是哪一个？我自己呢是这个，我常常梦到自己没有没有准备就去参加考试。但是我相信做1-2个噩梦，其实在所难免哦。但是巫师，你说假设今天反复的一直出现噩梦，要特别小心一种梦魇症啊。对，我觉得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从浅到深的睡眠，然后进入快速动眼期。对，这个叫做一个睡眠周期。那这个睡眠周期一个晚上大概就出现4-5次。所以一个晚上梦到4-5次，这是正常的。这个梦的内容当然有时候会反映你白天的一些经历啊、想法啊，所以它会各式各样、千奇百怪。但是总不会都是噩梦。因为你白天也有快乐的时候，所以其实也有美梦嘛。大家应该有做过美梦吧？应该有这个机会。所以不会都是噩梦。但是这种梦魇症的人，他就是几乎每次都是噩梦，而且他那种噩梦的内容通常都是那种会危及生命的非常恐怖的梦。那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重复做这个梦，他从这个梦境醒过来以后，他会非常惊恐，非常的害怕。他是有点类似被吓醒。对，从被这个里面的这种恐怖的内容给吓醒，那吓醒以后，他情绪会非常差。那当然醒过来之后，因为情绪受到影响，所以他再入睡非常困难。那隔天就会有一些精神不济的问题。甚至长期下去以后，他会害怕睡觉这件事情。他很怕一睡又是噩梦。所以他其实反而会不太敢去睡觉。那当然情绪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自己有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是45岁，他是一个软体工程师。那他们公司有一段时间刚好状况不好，所以公司说要裁员。他紧张的要命，因为其实他40几岁，他很担心他的经济就会这样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很努力的做事情。还好他保住工作了，他没有被裁到，最后终于留下来。但是问题他压力很大因为一天到晚就是还是会有同事之间互相的一些比较，然后压力非常大。那他太太就开始发现到这个问题，他常常有时候睡到一半啊，会突然醒过来，那他喘气啊，冒冷汗啊。这么严重？对，然后这个家人就发现说，他变得有点奇怪，个性有点变，然后情绪看起来也变得不好，所以把他带到这个医院来看。那你看40几岁，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中壮年人。我记得他进诊间的时候是非常的萎靡啦，非常萎靡，然后讲话也有气无力的这样子。那当然他的情绪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那次裁员的事件，然后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后来我们就给他一些药物治疗。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叫做预演梦境的治疗。像他常常梦到一个问题他梦到这个大楼要塌了，然后他要赶快跑啊，那跑又跑不出去，他的那个腿好像被黏住了，被那个地板黏住，所以他跑不动。然后后来塌下来，然后他就惊醒过来。那我们会教他说，你既然常梦到这样的梦境，你要这样想，你要想说，真的塌下来，你跑不动没有错，塌下来，但是你没有被压到。他在白天就要去预演这样的一个梦境，那他下次在这个梦的时候，或许他就可以全身而退，他比较不会再惧怕做这种噩梦。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梦魇症其实很多时候是暗示的，你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高度的压力，甚至有些人可能你会问到他创伤症候群啦、营救，而且要特别小心包含有些心血管疾病、焦虑或忧郁症，有些人他可能会用这种梦魇症的方式来表现。但王医师，你说其实这种噩梦，除了我们说成年人会发生，有些人会发生在幼童，但不论是谁发生，它都会增加我们的死亡风险。其实我们说做梦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啊。那你说梦到什么迟到啦，什么考卷不会写，这对我来说真的稀松平常，那都跟新美一样。只有巫医师他比较厉害，都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说梦到什么走路走到一半跌倒，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那其实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些都不是坏事，把这些压力疏解完就好了。可是
英国人哦，我觉得在英国在雾都，大家情绪不太好，都喜欢这种睡眠研究。你看那个伦敦帝国大学做个研究，它多长？第一个有小朋友2400，对，8岁到10岁，年轻人大人183000，26岁到86岁19年。他告诉你说，如果你做噩梦的话，小朋友会干嘛？会长不高，身体容易衰老。我们刚才也提到嘛，我们睡眠是睡眠品质，要生长激素。对，他没有生长激素，你还吓他，他当然容易老化。那老的人，你一样要来修补，你没有修补，你也一样吓他。那什么叫吓他？它叫做压力产生什么？我们的压力皮质醇。我们说其实基本上压力是在应付你危急的事。那你晚上有什么好应付的嘞？当你皮质醇上升的时候，血压收缩，心跳加快。肝功能启动，肝又没办法休息，肾功能肾血管又收缩，血压又升高，这样你整个身体就是过度消耗。其实这种皮质醇正常是在白天的时候发生的，没错。所以说告诉你，如果你长期下来，我说实在的，你不垮掉才怪。所以我都给大家一个观念，刚才我所提到说我们要睡什么6个小时、7个半小时、9个小时，我们每个人睡眠周期一般来说都是90分钟，对，所以你都是要90分钟的倍数，你睡6个小时，4个周期醒来会记得前面那个梦，你睡9个小时也会记得前面那个梦，不管好梦坏梦，其实醒来就都算了。有些病人跟我说，他都做很多噩梦，说有多噩梦，他说他都不记得。我说等你记得，你再写下来，不要想说你都做的都是噩梦，起来流个口水，搞不好你看到美食啊，搞不好吃到好吃的东西啊，不要把梦多当做一个负面，不要把噩梦当做影响，让你身体能够平静的好好去睡觉。其实说实在的。人生还是可以过得去的啦。是因为常常做噩梦，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噩梦给惊醒，就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其实我们睡前可以喝一些安眠茶，让我们睡得更好。这今天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古方的一个特色，它就是在我们的噩梦里面，通常就有一个现象，就是跟肝血。肝血就是你的肝呢，处在一个什么？火气很大，那就是你的肝血不足。肝血不足就是这个火，那要用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肝火把它拉下来？那我们用的有这个什么龙胆草啦、栀子啦，那这些呢都是比较什么苦的。那可以降我们的心火跟我们的刚刚说的这个肝血的这个部分，你把它这个火用下来。那还有一个丹参，那丹参可以凉血。凉血，然后给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调整。那另外我们呢用了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药材，就是石决明。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叫紫贝齿。紫贝齿，你看这个都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但是它们都是什么？不是肉啊，都是外面的壳。对，那这个石决明大家常常会吃到啦，就是那个九孔啊，或者是鲍鱼啊，但是不是你们的肉，吃完有那个壳在。那我们把它要煮的时候，把它敲碎以后，先放下去。这我们可以自己准备吗？这药房里面中药材买，中药材买。但是呢，它基本上它就是这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贝齿，紫贝齿呢，它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海洋里面的这个药材芥类。然后这些都可以，它的特性就是它是比较什么？比较深层，这个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火气用下来。那里面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远志跟我们的半夏。远志半夏呢，在中医用很多，尤其是这个半夏，就是在调节我们的阴阳。然后这个远志就是可以入我们的这个肾水，往上去把我们的心火。弄的，然后心悸啊，害怕所以这整个方子就是我们有名的驱梦汤。所以假设今天你真的噩梦连连，不妨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汤饮哦。那很多人睡前会喝一个乳制品，比如说热牛奶。小七总有研究就观察到，喝乳制品在睡前可能会让你噩梦连连。大家想要帮助睡眠，总有很多方法，但我相信你一定有听过一个，就是睡前来一杯温热的牛奶。但是婉萍营养师，你说，既然加拿大有个研究，他是持相反的意见。对啊，就是大家想到牛奶有钙，都会觉得睡得好。但是你看这个加拿大的研究，1082个大学生，他们就去看他吃了什么跟他半夜做噩梦的关系，就发现他总结3件事情。第一，就是吃宵夜的人就常常会做噩梦，对。然后第二呢，乳糖不耐的人也会做噩梦，第三呢，就是常喝乳制品的人也会，可是2和3因为往往会很接近。那我们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食物进入到胃，胃再往肠子，有一句话叫做胃排空。
白话翻译也好，就是那个胃空空的食物往下走叫胃排空。好，那我们来看，一般都会觉得消化不良往往就是肉吃多了才会消化不良，可是你知道肉啊，就是进入我们的胃排空啊，红肉、牛肉哈，大概其实只要这个200个小时哈。可是呢，我们的这个牛奶呢，你知道吗？奶制品呢，它确实怎么样？对不起，200分钟。可是我们的奶制品呢，他们却要怎么样？300分钟。所以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奶制品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容易消化不良。可是反过来，如果减肥的人，他就会怎么样？就是饱足感更强。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说，哎，你如果下午肚子很饿，你吃个优格有没有？你就饱足感很强。但是呢，好，如果你今天是要睡眠的人哈，睡得好，就会提醒大家，吃太饱这件事情哈，都会让睡眠不好，而且可能奶制品也不适合。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2道哦。有些人呢，比如说往往应酬完回来哈，就是吃太胀了，吃太饱了哦。那我今天就跟吴老师哈学了一下哈，对，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消食的茶，好，山楂，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我们有陈皮跟山楂哦，比例上哦，其实我个人因为不是中医师，我的比例其实没有抓的那么精准，那我就是酸度比较多一点，像这样子为主轴啊，那你可以泡一壶茶啊，帮助消化。那另外呢，如果你是下午呢，其实你就是很想要喝一杯比较醒脑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金拿铁。大家可能听过绿拿铁，没有听过金拿铁啊？对，那因为这个是印度阿育吠陀里头啊，他们就是把有一个黄金3宝啊，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姜黄、肉桂，还有怎么样黑胡椒。哦，做起来就变金色的。没错，颜色就会你看像这么美哦。它金黄如果姜黄再多一点会更美，打出来的刹那会更漂亮哦。是。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不能喝咖啡，咖啡会睡不好。对。麦茶其实就有咖啡的香气，所以我们可以用麦茶来做基础啊。那另外，因为喝了牛奶可能会这个睡眠可能会做噩梦，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找个豆浆。那豆浆刚才有说过，它有镁离子，所以把它加在一起打，这就是一杯帮助入眠的金拿铁。是，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身体明明就很累，可是怎么睡都睡不下去。米娅老师有一个招式可以教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开启那个睡觉的钥匙啊。没有错，今天呢，我们就会借由第一个动作是束脚式，我们就可以来放松我们的髋关节，然后借由前弯来触发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的身体更加放松，好入睡。首先呢，让我们的双脚的脚掌相对，尽可能的把它拉靠近我们的大腿根部。很多人如果髋关节非常紧绷，他天生髋关节内旋打不开怎么办？会不舒服的话，立刻拿起2个枕头放在膝盖的下方，就会舒服很多了。好，那如果还可以的话，我们慢慢的将我们的膝盖往下轻轻的压，配合我们的呼吸。但是记得就是越放松越好。好，接下来呢，吸气，我们拉长腰背脊椎。记得不要拱背，因为拱背我们往前的时候会变成是从我们的脊椎往前做前弯。我们不做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吸气拉长脊椎，从我们的髋关节对折往下来，慢慢往下。这个好伸展呢，慢慢往下，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可以手背交叠，如果没有办法到这么低的话，拳头。如果这样子也还是太低了的话，没关系，拿起抱枕，1颗、2颗、3颗，然后把我们的身体放松的沉进去抱枕里面就好了。停留大概3分钟。就会非常放松，很舒服了。是，好，那下一个动作呢？它是叫做触发副交感神经，效果最好的一个动作叫兔式。四足跪姿预备，将我们的手慢慢放到脚后跟之后，吐气，轻松的拱背，让我们的腰背脊椎、头顶都放松，轻轻的按摩腰背脊椎，按摩我们的头顶百会穴。停留在这里5个呼吸就好了。哇，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做这个动作。其实我发现啊，米娅老师做的这些训练啊，它都算是一种睡前的仪式感，告诉我们身体，我们的交感应该要休息下来，换着让副交感上来，帮你取代一整天，好好的入睡。我们今天教大家非常多的方法，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于哪一个方法你自己最喜欢呢？找到你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在睡前告诉自己，现在应该好好睡觉喽。健康，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夜好眠。我们就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很重要哦，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